现在的话，喜欢种菜的人很多，那菜友们就经常在网上搜寻这个种菜的知识，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效？那我看了以后的话，给大家做一个点评。大家不是说香蕉含钾吗？于是乎，他找了整一头的香蕉，放在瓶子里面泡1天，那个水拿出来浇花，据说可以给这个花提供钾素。香蕉里面含钾是没错，但是呢，能不能通过泡1天把这个香蕉里面的溶解出来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这个香蕉里面的钾是封闭在有机物里边的，用水去泡不可能给你溶出来。瓶子里面放了一个止痛片，他的说法就是止痛片给这个植物这个防病杀菌。那止痛片有什么杀菌作用？一点的用都没有。有人用的这个青霉素处理这个土壤有一点作用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太主张这么做，因为会造成这个对土壤的污染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下边，找了个铁钉，泡在瓶子里面，给这个植物喷上去，给植物补铁。植物缺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植物吃的铁永远是粒子形态的铁，一定是硫酸亚铁，就铁粒子，那植物可以牺牲利用。但是呢，铁钉是什么？铁钉是氧化铁、硫酸铁，这样的铁锈的水浇进去，对植物现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好，找了一个甜椒，红红的甜椒，甜椒切开一剖2半，放进这个土进去，就去发苗去了。好了，这个的话看着是不是很奇妙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它涉及到3个问题。这么一个大甜椒剖开以后，它是不是杂交种？据我所知，这种商品性的这个甜椒绝大部分是杂交品种，那这样发苗发出来一点价值都没有。第二个，它的种子成熟度，像这样新鲜的甜椒的话是绝对不会成熟的。第三一个，那甜椒还是新鲜的甜椒，它在盆土里面以后，它会发生腐烂，又造成这个污染土壤的问题，造成细菌污染的问题。找根棍子，一个新鲜的玉米棒，把这个玉米籽穿起来，拿到土里面发苗，这个纯粹就胡扯了。如果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用这个竹签能把玉米籽取下来的，那就说明这个玉米籽是软的。那软的玉米籽有没有发芽力？一定是没有成熟的玉米粒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即便是已经有成熟有发芽力的这个玉米籽，通过这么一破损，这个竹签一插，那种子破了，它很容易受这个细菌的感染，绝对发不了芽。好，找一个梳子梳了一个头发，放进这个花盆里面，给植物供氮。那这大家更知道了，头发是什么成分？头发含蛋白质没错，含量还很高，含氮量13%，一听蛮不错，非常丰富的一个氮源。但它是什么？它是角质蛋白。那角质蛋白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难分解的，它在自然条件下分解的话，最快需要起码2年，最慢大概10年。那这么一缕头发放到花盆里面，估计它这个植物栽死了以后都没有任何的分解，所以这也基本上也是说起来好听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个人喜欢用香蕉来做例子，因为香蕉很常见，找了一个香蕉，放了一个芦荟苗进去，插芦荟，给芦荟做营养。这些方法我看过以后，我都会去尝试，是不是相信它，而是为了证实真人的说法有没有用。结果呢，这个芦荟其实可能插进去不会死，但是呢，其他问题来了。那香蕉破了以后，它一定腐烂的，还没等芦荟长根，长满果蝇了，已经发臭了。这样的方法其实也是看着好看，给提供营养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又是茶叶蛋，拿茶叶蛋来，再发苗。他的说法就是什么？茶叶里面含氮。那好，茶叶里面含氮，它是什么形态的氮？它绝对不是羟盐，绝对不是硝酸盐。如果是羟盐是硝酸盐的话，大家可能不敢喝茶叶了。茶叶里面的蛋白质本身含量就低，而且是蛋白质形态的，它这个氮植物不能吸收利用。所以的话，它这个都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，让大家看到，哎呦那么好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好，来了，又一个锡箔纸，小一张锡箔纸，就是大概6英寸左右的方方的，找一个冰棒棍子，锡箔纸包上，据说可以给这个植物增加光照。这个的话，它的效果十分有限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植物光照不够，那更重要的什么呢？是在家里面摆放的位置，光线好的窗口，
就是东向、南向、西向都可以。你摆北边，你再放什么东西都没用的。这也是听起来好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哎，一条大条虫，切了一个辣椒，用辣椒来防虫。当然，他这里写的呢是不是辣椒防虫？意思说带味道的东西，可以把这个虫赶走。已经5-6公分大的大虫子了，靠浇辣椒水对它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香味驱虫这个说法有没有？这个说法有，但是不是这个在盆栽植物里面，是指在菜地里面、花园里面，我们有意识的布局一些这个芳香植物，比如说香椿、花椒、紫苏、薄荷，可以对害虫起到一定的驱避作用。那绝对不是虫子已经长成以后来去这样弄的，这样弄丝毫没有用处。我分享这些给大家的话，就是让大家看，种植是这个认真的事情，没有捷径可以走。